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古装剧或将启动35岁淘汰制，这些常驻男星要警惕了。35岁以上男演员还想混古偶剧？现在娱乐圈突然哐当一声，来了一记重拳。2025年8月，网络上传出消息，古偶剧要设年龄上限，35岁未届。平台说新规一出，35岁以上别说当主角了，可能连男二都轮不上。这话传开，不亚于晴天霹雳打在一众老古偶脸上。真的，谁还敢往前冲？谁还能坐得住？戏台下的青春饭好像在一夜之间凉了。说这是残酷，一点都不夸张。本来嘛，古偶剧一直都靠着那些看起来少年感的男主撑场面。可现在，你就算保养得再好，35岁一到也得被按下暂停键。任嘉伦、刘学义、刘宇宁、张云龙、罗云熙、程毅，名字一个个摆出来，哪个不是这几年古偶剧的台柱子？现在他们的年纪都卡在35岁这道坎上，有的还直接踩过界限。你说他们心里能不慌张？真有点像打工人突然听说公司要裁员，年龄说了算，谁不紧张？任嘉伦是1989年4月11日出生，到2024年已经36岁。他这些年几乎把古偶剧当成自家后花园，又红又火。好家伙，这么一刀下来，他还能去哪？现代剧尝试过，可观众总觉得不对味，台词也时常被吐槽。大家习惯了他在古装戏里的模样，现在突然说不让他演了，还真是有点突然。那刘学义呢？1990年7月6日出生，35岁刚刚好。他在古偶圈里混得风生水起，最新一部还在拍《兰香如故》。可是前一部《桃花映江山》收视一般，现代戏资源也少，这回不是被堵了路吗？刘宇宁，1990年1月8日生日，今年也满35。他身高190厘米，怎么看都像是天生的古偶男主。偏偏网友时常吐槽他的古装扮相有点别扭，有点土气。不过他在现代剧还算有些资源，可能还能另辟蹊径。张云龙生于1988年，37岁，年纪最大。他以前没怎么演古偶，最近倒是一头扎进来，结果新规来了，这热乎劲还没捂热就被劝退。罗云熙，1988年7月28日生人，也是37岁，每年都有古偶新作。他当年以润玉一角让人惊艳，现在却被说太瘦，气质变了样，风评也没过去好了。程毅，1990年5月17日出生，35岁。他是靠古偶爆红的，剧本一个接一个，古装戏成了他的安全区。可这一次，安全区说没就没。问题来了，古偶剧原本就是吃青春饭的，难道真要把35岁以上演员全踢出局？不少观众其实对这个年纪没什么意见，有人还说喜欢这些演员的成熟气质和演技。可资本和平台不管这些，只看流量和收视。市场上年轻面孔多，成本低，风险小，粉丝也好带动，这可比老演员稳妥多了。要是说演技和气质更重要，年龄不是唯一标准，谁又听得进去？一刀切，谁还敢有侥幸心理？但你要说观众全都喜欢看年轻演员，真也说不准。有的人会觉得30多岁还演18、9的少年，多少有点违和。尤其是那种皱纹都盖不住的装嫩，画面说实话有点尴尬。可要说剥夺人家工作的权利，有点一刀切。你说平台到底是为谁好？观众其实最容易审美疲劳了，换来换去，最后还是要看演技说话。真把老演员全赶下去，
市场就一定能好起来吗？这事还真不好说。有些业内人看得明白，古偶剧市场这几年已经有点江郎才尽的味道，故事老套，造型一个样，套路都背熟了。平台想要新鲜感，换新人，成本低，流量就能上来。可新面孔真的能撑起场子吗？演员不是流水线工人，演技和气质是时间磨出来的。你说把这些有经验的男主全踢走，一下子断档了，剧集质量还能保证吗？再说，年龄大不代表老态，只要气质能撑得住，35岁又怎样？有人调侃，现在的古偶男主离开了滤镜和造型，去演现代剧就像去走秀。观众已经习惯了他在古装剧里的样子，突然换个环境，反而不适应。任嘉伦、程毅，现代戏口碑都一般，原声台词和生活化演技总是被挑刺。其实也怪不了他们，有时候剧本不给力，导演不给机会。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青春饭吃到35岁，没转型就得被迫下岗，很难不让人心酸。再说回这个35岁上限，真能让古偶剧市场焕然一新？就算平台换了一批演员，换了一张张新脸，观众就一定买单？前几年那些经典的古偶剧，哪个不是靠着一批成熟演员撑起来的？现在你让一群没经验的新人来当主角，最后可能还是换汤不换药。难不成观众就真的喜欢看新鲜面孔？时间过去1-2年，还是会想起那些能演会演的老男孩吧。行业里也有人担心，古偶剧越来越像快餐产品，换脸快，剧情快，真正能留下来的经典反倒少了。你看现在每年多少古偶剧上新，能记住几个？不是剧情千篇一律，就是演员面孔换来换去。其实，观众是记忆型动物，哪怕吐槽再多，真要换掉熟悉的演员，心里多少还是舍不得。有网友就说，35岁就不能演男主？难道演技和经验不重要了吗？有人力挺老演员，说谁还没老过啊？只要有演技，年龄不是问题。也有人说，正好借机给新人机会，让市场更有活力。但更多人其实心里明镜似的，这波操作就是市场自我调整。新旧交替本来就是娱乐圈常态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事闹得最激烈的，反而不是那些真关心影视艺术的人，而是粉丝们和流量公司。资本盯着回报，平台算着风险。演员的青春是有限的，市场的需求却是没底线的。谁能笑到最后，根本不是看谁会演，而是谁能适应市场变化。你是不是觉得很现实？但娱乐圈一直都是这么现实。网申里说，35岁退休线其实是个伪命题。有人35岁演的比20岁的还像少年，有人18、9了还演不出少年气。演员不是机器，难得的是岁月积淀下来的东西。可市场不讲情面，政策来了，谁都得让步。你要说这公平吗？也许公平，也许不公平。毕竟，没人能永远站在 C 位。今天你红得发紫，明天就可能被换下场。有点像工地的工人，干到岁数大了，身体不行了，被请回家。娱乐圈的35岁门槛，其实跟很多行业的35岁危机差不多。社会就是这样，无论你混得多风光，总有一天要面对下一个更年轻的对手。你不服也没用。这不是歧视，而是优胜劣汰的残酷。谁能想到，古偶剧这么快就走到换血这一步？前几年还在感慨中年男主逆袭，如今一夜回到解放前。年轻人要上位，老演员被迫转型。青春饭能吃多久，谁都说不准。大家心里其实都清楚，古偶剧要走得远，靠的不光是演员的脸，还有演技和剧本。没内容的剧，再年轻的脸也救不了场。可资本不管这些，
只看短期利益，这才是娱乐圈最大的现实。你说这35岁的门槛真有必要吗？难道非得用年龄来划分演员的去留？观众真的那么在意主角是不是小鲜肉？这么一搞，难不成以后看剧还得先查身份证？青春饭吃到最后，剩下的只有一地鸡毛。真要说起来，这样的新规到底图个啥？是为了行业进步，还是只想着换人不换戏？演员的苦大家都看得到，平台的算盘也没人糊涂。可谁又能决定青春的界限到底在哪？35岁，难不成就成了古偶演员的死刑线？有网友认为，这一刀切的做法太绝了，一纸新规，几代人辛苦打拼全成了笑话。网友争议不断，有人心疼老演员，有人力挺新人，正反两边吵得热火朝天。那到底35岁就该退出古偶剧？老演员没资格演少年？